我相信很多人看了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新闻，也对他在中山陵前哽咽演讲有所耳闻。10年来，新的国民党党首前来哭坟，对于两岸统一是否真的有帮助，我个人呢猜测并没有什么卵用啊。但是如果论戏剧效果，确实也让海对岸的民进党破了大防。所以我很好奇，郑丽文究竟讲了些什么？这其中又有哪些内涵到了绿党？又有哪些真的对两岸和平甚至加速统一进程有帮助？于是呢，我好好研读了一下这位新党首的演讲词啊，发现其中确实挺有深意的。那么各位早上中午半夜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武仁，感谢你的观看点赞和评论，你的举手之劳对我非常重要。今天在时隔21年之后，重新来到了中山陵，内心感慨万千。开篇时刻自然是客套话了，首先证明自己是老资格，重申我郑丽文是来过中山陵的啊。党内那些反对我的人我就不点名了，你们给孙先生磕过头吗？历朝历代的各种组织，没拜过祖宗的人凭什么当老大？反对我的人，你们甚至都不敢来大陆，一点胆量都没有。姐姐呢，我不光来过，甚至还来过2次。当时的台湾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长达30年，台湾人的身份尴尬，处境艰难，没有办法像在大陆的中国国民可以直接宣泄对中山先生去世的悲怆之情。台湾人在日本人的钳制和打压之下，仍旧盛况空前的举办了各项追悼会，但是吊歌跟吊词都遭到了日本当局的禁止和检查。说到这里，郑丽文开始哽咽了。咱们先不管呢，他是戏精上身还是有感而发。郑丽文啊，从一开场就展示出他的演讲目的，那就是抢夺法理的制高点了。我上头说了，不管他的感情是真是假吧，但是郑丽文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抢夺台湾的最高领导权。选举的对手自然不必多讲了啊，蓝绿两个阵营嘛，既然绿营是铁台独，那么我们蓝营又不能铁统一，只能走中间路线咯。这种路线天生是残疾的，毕竟当年从大陆跑到岛上的老登们死的都差不多了。所以我郑丽文的中间路线不独不统，文化认同也就没那么吃香了。那么我的目的呢，就是敌人反对什么我就认同什么。你民进党不是要剥离国民党在历史上的统治法理吗？那我就得狠狠强调，我们国民党是抗日的，中山先生倡导的就是中国人独立自主，我们从来都是对抗日本侵略者的，只要是台湾人就应该恨日本人，不恨日本人那都是杂碎。得知国父去世的噩耗之后，台湾各界悲痛难忍，蒋渭水先生亲自撰写了《台湾民报》的社论，哭望天涯吊伟人，孙先生死矣。文章一开头就表达了对伟人陨落的难以置信，一句想此刻4万万国民正在哀悼痛苦吧，希望中原我们也禁不住泪泉怒涌了，充分地展现了当时台湾人哀痛难舍之情。前面郑丽文用了隐喻，显然这姐姐没说痛快，所以她情绪上更上了一层。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听到她的哽咽了。这一段呢，如果能拍成电影，演员完美模仿的前提下，估计拿个金马奖都是小 case。 内容上呢，郑丽文引用了蒋渭水的内容可谓非常精明，毕竟蒋是台湾民主先驱啊，民进党对这个人也很推崇啊，搬出这个人让绿营的人怎么反驳排斥呢？民进党的核心就是台独，郑丽文就是要用两党都认可的民主先锋的话狠狠扇绿营的脸。你们每天不是跟念经一样，什么民主自由独立，找什么先贤的主张进行站台，现在如何呢？你们民进党的大这个人是孙中山的支持者，是一个中国的倡导者，所以说政治家每一句话都不能看字面意思，
这些人搞政治的能力是有高有低的，但是恶心人的能力肯定要比普通人高出一等的。在恶心人的同时呢，郑丽文用蒋渭水和张我军的政治立场拉高了自己的正统性。这些人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那么我们国民党才是台湾的真正正统，你们民进党算嘛东西啊？此外，张我军先生在《长使英雄泪满襟》一文当中也写道：孙先生，你可知道在海外的孤岛中，也有一个无名的青年在雄泪满襟。一句话道尽了台湾人被殖民统治的悲惨心情。该文也因为日本当局限制台湾人不可以用国父来悼念孙中山，所以只好改称弱小民族之父。上面我也说了，郑丽文先拉出先哲为他站台。要知道，在过去，台湾人可以不认蒋介石，但绝对不能不认孙中山。说到激动处啊，郑大姐适时的眼泪横流，开始哭坟。这里埋着谁啊？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民进党连孙中山的塑像都要退到，还好意思叫自己中华民国吗？日本人不让台湾人纪念孙先生，你们绿绿也不让现在的台湾人祭拜孙先生，而我们国民党偏偏要拜。这说明你们都是汉奸，是日本殖民者的狗，只能在阴暗中做一些见不得光的龌龊事情。你们绿营的人还说什么我做出了伤害国家主权尊严、出卖国家利益以及践踏台湾民主自由制度的行为。关键是你赖清德任日战时期才是最好的时代，纯纯的狗奴才，叫你是奴才都是好的了。认同殖民者就是证明你没有主权，没有主权你有什么资格领导台湾，有什么资格叫嚣独立自主呢？所以我们国民党才是正统，我郑丽文才是真正能够带领台湾继续前进的人。这种道德高地真让郑丽文用一把鼻涕一把泪给拿捏得死死的。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台湾人难掩兴奋，在台北的大稻埕商家集体的悬挂庆祝汉族光复的布条，总督府立刻出动宪兵强制拆除。台南宝美楼戏班将黄花岗的故事改编成歌仔戏《72烈士》，总督府立刻以妨害治安将以查禁。接着上文啊，郑丽文在抢夺法理的制高点上继续加油添醋。既然你们民进党都是阴沟里的臭狗 S， 那加把火吧，继续拿出72烈士来对比。如果前面的人只是笔杆子，那么黄花岗烈士那可就真刀真枪的真英雄。反过来，民进党你只会狗叫，打也不敢打，大陆的飞机军舰过来包围，屁都不敢放一个。就没有一个爷们能站出来的吗？每天抱着美国爹和日本吧，可是他们行吗？他们不行。这俩在西太平洋都自身难保，也就是你们民进党在这做梦啊，实际上人家管你个锤子。焚毁变法时，高呼追随孙先生的革命精神。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希望革命成功之后的中国可以奋发图强，早日收复台湾，结束日本的殖民统治。孙中山先生死后之所以跃居国际舞台，跻身世界伟人之列，是因为他不止推翻满清，创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一段郑丽文继续加火，用辫子比喻民进党，用孙先生受到世界的拥戴来代表自己，这样呢就能贬低绿营现在的台独主张，不合时宜，不受尊重。台湾的历史就是结束了日本的统治，回到中国人手里的。从陈水扁开始到赖清德，喊什么独立下跪当狗，开历史倒车。而我们国民党不一样，虽然我们以前也很烂，虽然我们现在也不怎么样，但是以前我们是战胜国的代表，现在我们赶来大陆跟共产党 battle， 你们干嘛呢？你们看到大陆的军机直接就想着坐着飞机逃跑啊！所以不管历史上还是未来，我们国民党才是正统，我郑丽文才有胆量有能力担任台湾的真正老板。孙中山先生死后，蒋渭水仿效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在1927年组成了台湾民众党，以孙文主义、三民主义为本，写成了党纲，完成了台湾民族解放的论述跟行动纲领。
当时苦难的中国自顾不暇，总裁蒋中正先生好不容易北伐成功之后，立刻面临了日本侵华的步步紧逼，8年抗战，血泪斑斑，一直等到日本战败之后，台湾才终于结束了长达50年被殖民统治的厄运。孙先生的内容到这里占据了整个发言的一半，借古讽今的内容我上面都说了，就不再重复了。但是除了孙先生，郑丽文一直在批评日本侵略者，除了讽刺民进党当汉奸，强调国民党的法理性之外，还有更深的一层意义，那就是孙中山先生生前呢非常支持国共合作的。郑丽文我选择第一站到中山陵，除了我自己呢是国民党党首的身份之外，也是借着此行此景向大陆释放善意。这种举动在台湾内部确实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啊！国民党党内数位持观望态度的大佬都发言支持郑丽文的这次访问。另外，现在这个时间点呢，美国深陷伊朗的战争泥潭，日本又出了一个高市扫描战的疯癫首相，美国的绳子没拉紧呢，日本就开始哇哇乱叫。郑丽文恰当的有力的高举了反日大旗，也就是向大陆释放积极的信号。不管未来如何，我郑丽文绝对不叫日本叫妈。我国民党从过去到现在都会积极抗日，遵从一个中国不动摇。要不然绿营也不会因为这次行程破防的如此彻底。王定宇等流是这样破防的：郑丽文在中山陵流泪是鳄鱼的眼泪，他在对岸大谈中国人，完全无视台湾2300万人的民意。如果这么喜欢中国，那就留在南京不要回来了。这种背骨也就是反骨的行为，是对台湾民主自由的背叛。反正呢，我自身呢也不指望民进党等绿营能从狗嘴里吐出什么有价值的反驳内容，也就只会人身攻击罢了。虽然这就是民进党的真实水平，不过这种二极管的思维确实也进一步拉低了台湾政治人物的下限。战后千疮百孔的中国陷入了国共内战。同一时间，陈仪负责接收台湾，发生了228事变。2年之后，国民党100万部队退守台澎金马，之后也因为国共内斗的阴影，不但在台湾内部发动了清乡运动跟白色恐怖，台湾也因此历经了长达38年的戒严。这一段郑丽文看起来没有回避内战，没有回避国共的历史矛盾，但实际上他压根说的就不是什么分歧，不是什么自相残杀，他影射的是岛内蓝绿党争。他巧妙地用帝国主义侵略来淡化危害。那么对今天的台湾呢，还是要攻击民进党吃里扒外、甘当反贼、出卖祖宗的行径。你看陈水扁也好，赖清德也好，都是拼命想依靠美日来实现独立幻想的。他们可不管出卖多少台湾的利益，不管台湾人是否变成西方霸权的奴才。21年前，2005年初，两岸关系极度紧张。国民党联战主席希望代表台湾最新的主流民意，为两岸破冰。立文深受感动，接受了联主席的邀请，正式参加中国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党员，并担任发言人。随即，立文为了两岸破冰、国共和解的历史使命，特别选在当年228纪念日的前夕，邀请了白色恐怖之下最后的一个死刑犯陈明忠老先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来演讲。在巨幅的中山先生遗像和遗嘱的全文之前，陈老先生完成了228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的演说。说着说着呢，郑丽文又提人了。不过我个人觉得，上面搬出被迫害的陈忠明以及破冰的连战，都是想圆回提到的国共矛盾。就好像一个女生在搞机车，好了好了，过去的事情都不要再提的了。你看迫害的人都在原谅国民党，都过来挺国民党的啦。我们国民党3代党魁都来大陆拜码头，就不要揪着历史不放的啦。实际上呢，共产党分的当然很清了，以前是，现在更是。对于分裂国家的人，绝对不能饶恕。
不过你郑丽文如果愿意投诚最好，回去潜伏也行，最少选举的时干掉绿营，尊重9·2共识，面子上呢也勉强过得去。郑大姐显然也明白这一点，下面她就继续找补了。今天时隔21年之后，丽文再度的来到中山陵，踏上了392阶的台阶，看到了象征三民主义的3大平台。当天，国父的后人孙女士特别从国父的故乡带来了当年她从檀香山带往故乡所种植的酸豆树的种子，带到台湾送给我。这里直接就暴露了郑丽文的野心了。我呢就是要做台湾的话事人，我可以带领台湾建设自由法治，当然我还能拉来大陆的钱呢，这可是你们绿党做不到的哦。你们也看到了，大陆有钱，只要我尊重9·2共识，大陆很愿意对台湾撒钱。三民主义现在重现辉煌了，所以国民党才是正统，我才是众望所归。就连孙先生的子孙都认同我郑丽文，声望、民望、财望都在我这儿了。赖清德你哪来的野人，也配跟我斗啊？其实我也一直很关注，习近平总书记也非常的重视生态保育，每年都提倡要植树。希望我们今天不只为两岸的中国人，也为所有的人类种下和平的种子，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勤加灌溉施肥，让这棵大树能够开枝散叶，长成参天大树。这一段郑丽文的意思也很明确，我们大树底下好乘凉，什么树？自然是社会主义大树了。我知道你们民进党破防了，但是我跟你们说，你们先别急，说什么共产党政治意图明显，想吞并台湾野心从未改变，说什么我也要提醒郑主席必须坚定拒绝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空间的一中框架陷阱。9·2共识里写的可清楚了，什么就没有中华民国了？退一万步讲，就算统一了，我这么走一遭，大陆是大树，以后真要统一了，我郑丽文也能弄个省长干干。那你们民进党呢，只配进猪笼。你赖清德还在那儿破防，说什么愿意在对等尊严下交流。你跟日本和美国交流的时候，有资格站着吗？怕不是跪在大门口都没人理你吧？丽文在此愿吾辈同志以己为心，承继国父的革命精神，博爱胸怀，大同理想，心静火传，让100年前革命先行者穷其一生所点燃的火炬，犹如黑夜中的星斗，继续为革命路上前仆后继的同志们指引方向，并化为青天白日，温暖滋养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生命，让我们共同勉励。谢谢大家。正所谓句句不离孙中山，其实句句都在阴阳民进党，不尊重历史，不尊重中华民国，无父无母，无才无德，更是在抬升国民党的正统性，提高郑丽文自己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价值。现在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以前的国民党了，共产党也已成为世界的舵手了。所以郑丽文这篇演讲恰到好处，却又苍白无力。希望他这次回去真的能贯彻孙先生的遗志，为中国统一、华夏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好了，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点赞、关注和留言，我是五人，我们下期再见。